哦，哦，慢慢。各位朋友好，我是长工。这次垦丁之行啊，我从9号就开始到12号，总共有4天，跟几位朋友一起，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收获最多的一次。有2个点呢，对我来讲是比较新的点。一个是在满洲生态中心对面半山腰上面的满洲莲池，那个点很漂亮，而且要拍这个落鹰啊，还有群飞啊，那个都蛮理想的。另外一个是在小垦丁度假村附近的一个点，因为那个路很小啊，很难错车，没办法错车，所以我就您看呢，有些人应该很多人知道了啊，那个点就是椰林停期啊，刚好是在12号那天早上，一阵一阵的来，那个从山顶那边这样一群一群，一下一群一下一群，然后在空中盘旋，然后停在那个椰子树上，像这个子弹一样唰唰，很不好抓啊，那个就是。但是它停的点呢，停的非常的多，数量很大，所以拍得非常过瘾啊，拍到脚软。所以你要看到后面啊，看到最后，我这个过程中啊，其实有很多我把它删掉了，就是没办法弄得那么长啊。那您慢慢欣赏吧。每次来垦丁，龙銮潭是我不会错过的地方。东方泽狂与黄头鹿的互动非常的精彩，泽狂一出，黄头鹿就会被惊飞，漫天飞舞。不过目前黄头鹿的数量不是很多，所以飞舞的画面不是很壮观。虽然在画面上看起来不少，那是因为用长镜头的关系。这里的东方泽狂有4只，我不太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。不过它们2只比较大，2只比较小，常在西边的角落上空追逐，很可能就是一个家庭。
这里是船帆石上方的风口，是拍回头鹰的鸟点。只要巴士海峡气候不佳，许多出海的黑面狂鹰与赤腹鹰就会回头，从海面上回来，沿着风口往上飞。由于王征吉老师荣获第13届台南文化奖，因此有一组摄影团队特别来采访，这是我们拍鸟人莫大的荣誉，恭喜王征吉老师。这里是龙仔埔大草原，可惜围篱很高，今天很幸运，有翻草机在作业，门是开的，我们才得以在门边拍摄。这里也是适合拍回头鹰的地方。有一只红隼在悬停，梅花鹿出现了，垦丁国家公园复育梅花鹿算是相当成功，今天能偶遇也是很幸运。这圈起来的草场应该就是梅花鹿的家园。港口桥也是赏落鹰的热门点，不过今年我不打算在这里拍落鹰，因此2次都只是路过，看一看没状况就走了。后来有鸟友在桥上拍到灰面狂鹰下到河里喝水，而且数量还不少，真是恭喜。想沿着港口溪去找鸟可能下来喝水的点，这里看起来是有可能。正在犹豫之际，一只黑鸢出现了，急忙追着拍。这个同时，岸上一块田正在翻土，黑鸢飞来飞去，还被乌秋追赶。
正当我们在欣赏它优美的飞姿，突然发现它脚上抓了一只猎物，想必是从翻土的田里捡来的，真有意思。满洲莲池在里德满洲生态中心对面的半山腰上，风景优美，让人感觉心旷神怡。在这里等待也是一种享受。中午时分，莲池的地净法师热心地煮了水饺给需要的朋友，太令人感动了。鸟还没来，猴子先来了。一只台湾猕猴在我们眼前，大弹竹子嫩芽，很是有趣。下午1点半，鹰群出现了，在蓝天下飞舞，美不胜收。大家开始忙碌了起来。鹰群大多从右边出现，数量不少。由于这里位置比较高，经常可以看到鹰群在天空与山景间飞舞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地净法师与鸟儿们自然而亲切的互动，他也是个赏鸟人。灰面狂鹰盘旋后会陆续降落到林子里，由于光线与温度的关系，空气不是那么通透。灰面狂鹰在林子里盘旋，看起来挺触动人心的，但是拍起来似乎不是那么清晰，偶尔飞近了那才耀眼。我很喜欢绿背景的画面，所以我都在左边拍。照相的朋友认为这种鸟不够近，绿背景不太清晰，拍起来主体与背景好像粘在一起，因此多数的炮都面向右边。灰面狂鹰飞近的机会还是很多的。整个下午与灰面狂鹰约会充实而甜蜜，直到天黑才下山。
拍灰面狂鹰停栖，要找到比较多的椰子树。凭着过去的印象来到这里，一停下车就看到路旁的椰子树上有一只灰面狂鹰。在附近走走，来到这片椰林，左右两边都是椰子树，对面还有一片漂亮的草地。不久，天空就来了大片的鸟影，很快的，它们就往椰子树上降。起先大都落在里面的椰子树上，在路边看不到，偶尔会落在靠路边的椰子树上。灰面狂鹰数量众多，且在低空盘旋，因此可以拍到许多特写的画面。渐渐的，灰面狂鹰也落在靠路边的椰子树上，大大的增加停栖的画面，拍得不亦乐乎。突然，大群灰面狂鹰从椰林中窜出，肯定是有人靠近。满天都是鹰，我实在是太忙了。夜总会周遭也窜出了许多鹰。一阵子后，又纷纷回到林子里面去了。我试图捕捉落鹰的特写画面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停栖的画面多了，一下这里一下那里，拍得我脚都软了，实在太过瘾了。灰面狂鹰繁殖于东北亚，包括中国东北、俄罗斯远东地区、朝鲜半岛北部及日本等地，渡冬于琉球群岛南部、华南、中南半岛、菲律宾、印尼群岛，台湾也有极少数的渡冬个体。灰面狂鹰利用海洋性的迁徙路线，台湾是重要的中继站，每年10月10日左右大量经过台湾，因此我们称之为国庆鸟。
一个特写画面能装下4只，真是令人兴奋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您订阅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不会讲，不会讲，不会。